今天我要用芋头和金针菇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这一道菜是马来西亚比较大的素食餐厅里面菜单上一定都会有的一道料理，叫做佛钵飘香，有人叫它芋头圈。平常在餐馆是可以吃得到的，但是在特别的节日，比如说是新年或是婚宴的时候，更加受欢迎。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Kissing Wong TV， 我是 Kissing 巴拉妈。那现在我们就来用芋头和金针菇做这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吧。准备一颗芋头，把芋头削皮。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素食家常菜料理新食谱了。挑选芋头的时候呢，要选带有一点土的，这样子比较新鲜，也比较耐放。而且泥土最好是这样子干干的，不要是湿的。这样才可以保存比较久，外形饱满，没有坑洞或是凹洞损伤，摸起来是硬的，不是软软的。握在手上的感觉呢，不要太重，重量轻一点的芋头口感比较好，因为呢，芋头的淀粉含量高，水分少。芋头切开，断面纹路密集。在菜市场，如果比较大的芋头，老板就会切一半出售。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它的横切面。是要紫红色的纹路，越密集越好。这样子说明芋头吃起来会很绵粉，好吃。断面的纹路如果稀疏，紫红色的纹路比较少，空白处比较多的话，这样子就表明这个芋头的口感不好。那台湾的芋头呢，主要的品种呢有金山芋头、山芋、大甲芋头。金山芋头的口感松软。芋头香气够，是金山的名产之一。那山芋的口感比较有软 Q， 适合蒸来吃。很常会看到在路边就会有发财车在卖蒸芋头的那种，大部分就是山芋。那大甲芋头的口感很绵密，芋头香气很浓。大甲就是台湾最知名的芋头产地，很常呢就是被拿来做芋泥啊，做成馅料来使用。把芋头切片，这次要用到370克的芋头。把芋头放入盘中来称370克的分量，可以了。准备一个电锅，电锅里面放1杯水，1杯水的量就是180cc 左右，放芋头进来。按下电源来蒸。准备1包金针菇，把金针菇打开来。如果木屑很多，我会先拿去冲洗一下。把金针菇的根部切掉。把金针菇剥成像这样子的一小束。把金针菇放入盘中，准备半颗红甜椒，把种子和膜去掉。把红甜椒切成粗条状，再来切成块状。把红甜椒放入盘中，准备1颗黄甜椒，对半切，把蒂头、种子和膜去掉。把黄甜椒切粗条状，再来把黄甜椒切成大块状。把黄甜椒放入盘中，准备1条的小黄瓜，把蒂头去掉。这里切成滚刀块。把小黄瓜放入盘中，准备半条的红萝卜，把红萝卜削皮。把削好皮的红萝卜切片。
把红萝卜摆整齐，用模型压成一朵花。把红萝卜放入盘中，芋头蒸熟了，哇，芋头香好香哦！把芋头夹起来，趁热来调味，1/4茶匙的玫瑰盐，五香粉要1茶匙，我剩最后一点点，全部放下去。半茶匙的香油，这是纯白芝麻油，1/4茶匙的糖，把芋头压成泥。在马来西亚是一个融汇了多元种族的国家，在饮食上的文化及美食的风味都呈现出多元的特色。所以呢，我觉得马来西亚人很有口福，因为可以品尝到各种种族的传统料理，像是马来族、华族或者是印度族3大种族的风味美食。还有一个是娘惹料理。娘惹就是马来西亚当地的马来人和华人通婚后的后代，男性呢就叫做爸爸，女性就称为妞娘，所以大家会说爸爸妞娘就是这样子。除此呢，还有很多种籍贯的料理，像是有福建、广东、潮州、海南、客家等等，专属于他们自己文化的历史渊源的美食。所以呢，在马来西亚品尝美食，其实嘴里面吃的不只是美食，还夹杂着当地文化的异国风情。这个芋泥一面压的时候呢，就要一面搅拌，把刚刚的调味料搅均匀。芋泥都压成泥了，调味料也拌匀了，现在先放旁边备用。准备50克的橙粉，橙粉就是小麦淀粉，放入50克的热水，快速的搅拌，让它成团。这热水一定要100度C。用面团把旁边的粉都刮干净。现在已经刮干净了，把面团取出来，放进芋泥里面。把芋泥和淀粉团搓成均匀的一个面团。这是纯素的白油40克。把白油和面团混合均匀，白油和面团都混合均匀了，然后缩成一个圆形，油下去它就光滑了。然后放在保鲜膜上，把它包起来。放冰箱冷藏1个小时。面团冷藏1小时了，把它打开来。现在从中间给它搓成一个圆形，中间空的一个圆形。手如果有点黏，可以沾点橙粉。就是这样子，把它塑形成一个一样厚度的芋头圈。像这里比较厚，就把它推过来，这里比较薄的地方。这芋头圈，刚刚我看了这个细胶垫上是6寸的大小，所以大家就这样子用手感把它弄成一个
一样宽的一个圈。今天这个分享的佛钵飘香，就是其中一道马来西亚华人的特色料理。在台湾，我不曾看过有人卖这个芋头圈佛钵飘香，但最近马来西亚特色风味料理在台湾崛起，有可能哪一天可以看到有在卖这个料理的，也不一定。佛钵飘香呢，是哪一个籍贯的，或者是哪一个族群的料理？我查了资料，找不到有任何的资料。如果有人知道的话，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这个芋头圈是哪一个籍贯或是哪一个族群的料理。不过呢，这道佛钵飘香吃了一次之后，肯定会让你很回味。它主要就是用芋头和橙粉做成一个团，然后这样子弄成一个圈拿去炸，中间再放上炒杂菜，或者是糖醋，或者是宫保鸡丁，或者是咕咾肉都可以。像这次呢，我是要放炸金针菇在芋头圈里面，所以我准备了这些食材呢，等下做成一个糖醋的炸金针菇放在里面，就是一个佛钵飘香了。塑形好了，现在把它放到这种滤网上面来，芋头圈放进来后，再给它塑形一下，记得一定要放在正中间。可以了，准备拿去炸。来热一锅油，油要稍微多一点，要盖过芋头圈的量。油已经很热了，把芋头圈放进来炸。差不多好了，再给它颜色深一点。可以了，关火取出沥干油。开火，油还很热，放入半片的米粉炸。可以了，取出。再热油，放入50克的腰果炸。反面一下，颜色才会均匀。可以了，关火取出。准备80克的酥炸粉。缓缓的倒入过滤水，调成一个面糊。继续热油锅，把金针菇沾上酥炸粉，然后用手把前面拨开，放入锅内炸。甩掉些粉浆，不要太厚。已经变金黄色的，可以先取出来。因为前后放下去的顺序不一样。已经变成金黄色了，可以关火取出沥干油。锅内放入刚刚炸芋头圈的油2汤匙，热锅，把红萝卜放进来炒香，还有小番茄，把它炒软，炒出汁。现在可以放入红甜椒和黄甜椒，快速翻炒，大略翻炒一下，现在可以来调味了。1汤匙的番茄酱，1汤匙的凤梨醋，用白醋也可以。1汤匙的2砂糖，白胡椒粉半茶匙。把调味料炒匀。调味料炒匀了，现在放入过滤水，放入180 cc 的过滤水，快速翻炒，把酱汁煮开。酱汁煮开了。现在可以来加入盐调味，放入1/4茶匙的玫瑰盐，依个人喜好增减。把调味料炒匀，调味料炒匀了，现在放入小黄瓜，快速翻炒，大略翻炒一下。现在来勾芡，一面倒入
太白粉水一面搅拌，炒至大滚，已经炒至大滚了，可以关火起锅。这个小黄瓜，如果大家想吃熟一点了，可以再继续煮。我想吃清脆的口感，所以没有煮得很软烂。它其实已经熟了。把芋头圈放在米粉上面，现在把金针菇放上来，把酱汁淋上来，最后放上腰果。已经靠吃了，开吃啦！帮你切一块，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不知道。这是芋头圈，妈妈在马来西亚餐厅，每次去都一定会点的。芋头，可以试试看。换我咯！嗯，哇，有没有酥酥脆脆？这芋头味道好好吃哦。刚刚没有配你。对，每次以前我们小时候都会夹这个炸的米粉来吃，因为大人都不喜欢吃，然后都是小孩子拔这个来吃。哈，就像我吗？然后刚才我说不好吃，先不要，先把那个去掉。米粉炸起来酥酥脆脆，很香，对不对？然后我想吃这个东西。芋头又很绵密。妈妈，我想吃这个金色东西。妈妈炸这个是糖醋金针菇，糖醋金针菇，你最爱的糖醋。是。对，这个糖醋也很好吃，酸酸甜甜的，很下饭。妈妈不吃嘛。你看绵绵密密的芋泥在里面，好吃，然后外面又酥酥脆脆的，有没有很好吃？好吃芋头。你没吃过哈？没吃过那么好吃的芋头。对耶，你不喜欢吃芋头哎，你竟然吃这个，这个太好吃了。喂，又变不好吃，到底好不好吃？你现在真心喜欢，对不对？好啦，赶快吃。好啦，今天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分享、按赞加订阅，还要开启小铃铛哦，还要订阅我的日常副频道，还有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nstagram。我们下大料理见，拜拜。大家年菜可以试试看这道。花花。